拼布包包领制作系列篇，该视频是第5个视频，介绍包领上口部、拉链侧部、包领部的组合缝制，以及包领与表部的缝合，完成整个包的制作。之所以分几个视频介绍包领的制作，是为了使大家对包领的制作步骤更加清晰，也可以有针对性的看。但是对于拼布包制作时，这里介绍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可缺少和忽视的，每一步都是要为下一步做好准备。只有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，最后就可以一气呵成。这里介绍的方法可以用在所有的拼布包的制作。侧缝2个侧缝呢就缝好了，是吧？这儿留了口，然后呢再和这个包底呢进行缝合，是吧？包底是正方形，然后呢用珠针呢把它都固定好了，然后缝一圈就可以了。包领呢这个正方形呢和底儿呢和领儿呢就缝好了。这里这缝的时候就有一点需要注意的，就是因为底儿呢是正方形，所以你这个包领的这个面要跟它缝合的时候呢，这条线呢缝到这个尖角的部分的时候呢，在包领上呢，把它这儿剪开以后，它自然的这个布就拐过来了。但是不要提前剪，要你缝到这儿了以后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你这时候你再剪开这个，再拐过来就可以了。下边呢就是进一步的组合了。这个组合呢，首先将那个拉链的侧部和那个包的口部，还有领儿部呢，这3个把它缝在一起。这时候呢，就是先用珠针固定，而且要注意一下呢，是什么呢？是口部的正面和拉链的这个正面呢，是吧？相对，是吧？拉链的背面呢和这个包领呢正面呢相对，这样呢用珠针呢给它们固定起来，然后缝一圈，它们这三部分呢就缝在一起了。把下面把它缝一下，因为留的做缝呢是1公分的做缝，所以呢我提前的呢把这个画线呢就按照线呢进行缝合就可以了。这就缝完了，缝完了以后呢，把珠针取下来。取下来，你看这3部分呢，就把它组合到一起，是吧？这个拉链呢是在这个中间，是吧？在这个中间。一般情况下呢，把这个做缝呢，是吧？用手呢刮一刮，然后呢，在这个部位呢再缝一趟明线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把这个包领儿，因为包领儿刚才呢整个缝合呢都缝合完了，把包领儿呢和包面呢一起缝合。这个时候呢是包面呢还是正面，是吧？还是在正面，然后包领儿呢让正面在里，是吧？反面在外，把它这个把它们2个呢固定一下。一般缝合这个呢，你要找几个中心点，是吧？在这个方向呢找上中心点，这个两边呢正好是它的中心点，至少找4个，是吧？侧面这2个中心点，这有2个中心点，然后用珠针固定，甚至于呢可以在这个每2个之间呢再固定，是吧？固定上珠针，然后把它缝一圈，做缝呢还是1公分。缝合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侧边的正好，当时原来不是留了一个口吗？是它的反口，然后把它呢翻过来，是吧？下面呢就把它缝合一下。我再加一点珠针呢，把它缝合一下。
整个这一圈呢就都缝完了。缝完以后呢，把珠针呢取下来，把珠针取下来以后呢，然后在通过这翻口呢，再把这个包呢翻过来。通过这翻口呢把它翻过来就行了。整个呢就把它那个包底呢翻到里边去了，是吧？翻好了以后，把它都整理好了以后呢，就是这个包口的地方呢，需要再缝一趟线，是吧？在这儿呢再压一趟线，是吧？这样。包口的这趟线呢就缝完了。缝完了以后呢，把这个整个书包呢再反过来，然后呢用手针呢把这个反口呢，用手针呢把这个缝上，把这缝上。可以呢在包的底儿部呢这儿用手针呢也缝上2趟线。这样的话，你在装东西以后呢，它就不至于的，这个把包里呢能带动它了，是吧？把这儿缝上以后，把包底呢也固定一下。除了这个包里头的这两种口袋以外呢，这种折叠的口袋，这是折叠的口袋，这边呢是有一个拉链的口袋。除这以外呢，大家可以做一个包中袋，然后呢放到里头，把东西呢都分类的放一下就可以了。整个的这个包呢整个的就完成了。这个包呢全部就完成了，是吧？这种做法呢，就是说大家可以借鉴，是吧？我的这种做法呢，就是说在不全部用布来做的时候呢，就是这样做，是吧？这样呢就比较挺。另外呢，看一下这个包领儿，是吧？这个拉链呢就是这样，包口的拉链呢效果就是这样，我认为呢，就是说你加了一块拉链的侧布和包口布，是吧？它是2块布，这样的话你用起来是比较好用，是吧？你这个拉链呢可以沉到下面去，是吧？它的效果就是这个效果。